电子纸想必大家都不陌生，随着近几年技术跟成本不断推进，加上内容也更趋完整，以电子纸为主的相关产品越来越多。邦尼今天要带来的 MobiScribe 电子笔记本是一款在 Indiegogo 募资超越1000万的电子纸产品，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立刻加入邦尼 Facebook 讨论区，邦尼接下来测什么跟专属好康，全部都在邦尼讨论区。也别忘了订阅邦尼，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产品评测。随着技术跟成本不断推进，专属的电子笔记本跟阅读器越来越多。虽然在做的就是笔记跟阅读，但电子纸却能够拥有跟纸张、书本更相近的视觉体验。这也让邦尼更好奇，现在的电子纸产品究竟可以达成什么样的体验？外观设计上，邦尼手上的 MobiScribe 采用灰黑色作为主要视觉，整体设计风格上其实相当简单。比较特别的是，邦尼在上手一阵子后，才发现在底部收边上有个明显的内凹收边设计，也让 MobiScribe 拿在手上的握感相对顺手。顺带一提 ，MobiScribe 针对手薄用户也提供了一个绒布质感保护套，可以将阅读器跟笔一起收纳。机身配置上 ，MobiScribe 在顶部有2个按钮，分别是右侧的电源按钮以及中间的前光启动按钮，左右两侧都没有任何配置。底部部分则是有个支援最高32GB 的 microSD 扩充卡槽以及 microUSB 传输接孔。随附周边上随附了一条 microUSB 传输线材，拥有4096接且不需要额外充电的 Wacom 触控笔以及笔尖的替换套组。看回机身 ，MobiScribe 最特别的应该还是正面搭载的这块6.8寸电子纸显示器。在尺寸上，相较起市场上大多数的电子纸产品 ，MobiScribe 所采用的6.8寸是当中比较小巧的机身尺寸。当然，这也让 MobiScribe 不论是在掌上阅读或是携带方便性上都更便利一些。不过，在 MobiScribe 这块电子纸显示器上，还是有许多亮点。在设计上，表面覆盖了雾面涂层，作为长时间阅读的伙伴，雾面涂层有着降低反射以及减少指纹留在荧幕上的可能。而在阅读体验上，也有几个可以让阅读更舒服的调整选项。首先是在右上角有关于荧幕的调节选项，因为电子纸不像大家熟悉的手机荧幕，可以透过各种色彩让内容明显显示，所以在电子纸产品上只能用深浅来传达不同的内容。MobiScribe 相较起其他电子纸产品，大多无法调整或是调整强度有限。在 MobiScribe 上，你可以自由调整多段的对比度。如果遇到颜色比较浅的文字，就可以透过简单的调整让显示更清晰。反之，如果对比度太高，你也可以透过下方的白度阈值将浓度调整到最舒服的位置。大家都知道，电子纸荧幕是不发光的，好处是在光源足够的地方，你会有跟纸本更相近的阅读体验，但相对带来的缺点就是跟书本一样，在光源不足的地方就无法看到内容。不过不用担心 ，MobiScribe 有内建的前光模组，在低光源时，只要轻按顶部中间的按钮，你就可以把前光模组打开。如此一来，电子纸就会像一般荧幕一样发光。在开启后，顶部的 icon 也会同步切换成调整前光的图示。点开 icon 后，除了可以调整亮度外，最特别的是，你也可以自由调整色温，让阅读体验更加舒适。顺带一提，只要是电子纸就会有残影现象，除了可以仰赖系统自动刷新外，你也可以透过顶部的刷新按钮快速刷新。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MobiScribe 最重要的体验——笔记。作为一款电子纸产品，又随附了一支具有4096接的触控笔，想必就是冲着笔记而来，可以省纸，不用携带笔记本，大量储存这类用途，邦尼就不说了。我们来聊聊实际的书写体验。首先在操作上，笔记功能就在打开荧幕后的第一页，也可以说是 MobiScribe 的主要功能。你可以简单的点选画面上的新增笔记本功能，接着就可以依照不同的情境选择直视或是横视。再来，你可以在笔触的工具选单选择各种不同的笔记质感、画笔笔种以及可以自由调整的粗细选项。顺带一提 ，MobiScribe 的笔记本可以选择左右2种分布，也照顾到以左手为惯用手的使用者。同时，你也可以打开多种预设的笔记横线帮助书写。如果没有你喜欢的，也可以自己汇入。整体来说 ，MobiScribe 拥有相当不错的书写体验。首先是雾面的表面材质，能够让笔尖在书写时产生轻微的摩擦感，让整体书写感受来得更真实一些。同时，直接把手放在荧幕上也不会产生误触，就像你在笔记本上写作一样。不过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顺畅度啦。MobiScribe 在书写时还是相当跟手，不会有明显的延迟感，在跟手性上相当不错。不过邦尼私心偏爱的就是只要把笔旋转过来，轻轻在荧幕上按压，笔尾就是你的橡皮擦。
不论在书写或是擦拭的体验都相当直觉。最后则是内建锁套工具，你可以透过简单的拖拉重新调整你所书写的笔记。不过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在主画面上没有办法直接预览到笔记内容，所以在书写完成后记得修改笔记标题，也更方便下次打开。当然书写完成后你可以转存成 PDF 或是 PNG 等常用格式，或是将原档备份到 Dropbox 等等。最后则是 MobiScribe 的另一个用法，阅读。MobiScribe 采用 Android 系统，所以大家想安装各种阅读器自然是可见的结果。不过其实 MobiScribe 就有内建阅读器，你可以自由连接上电脑，将 TXT 或是点EPUB 等等电子书文件传输到 MobiScribe， 系统就会自动转换成电子书的显示方式，让你能够直接在 MobiScribe 上阅读，左右点击翻页一样没问题。内建的阅读器也可以自由调整文字格式、搜寻电子书内容、跳转阅读进度等等。想调整字体大小的话，透过大家熟悉的两指缩放就能快速达成。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MobiScribe 采用 Android 系统，不过在系统版本上是稍微比较旧的 Android 4.4.2， 所以在 App 相容性上也稍微比较低一些，没有内建 Google Play 服务，所以无法在 MobiScribe 上运行 Google App。不过少了 Google Play 其实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自由透过 APK 安装之外，邦尼也推荐大家安装 APK Pure App， 就可以透过网站上的 APK 备份，得到类似 Google Play 的效果，安装各种 App。另外则是在 MobiScribe 上，大多数主流的 App， 例如 Facebook、Line 等等是无法安装的哦。不过其实在电子笔记本上安装这些干嘛呢？电子笔记本就是能够让你专心阅读才是重点。好消息是，线上的几个主流中文阅读器 App， 包括乐天 Kobo、读墨、国字图的 iLive， 虽然在运行速度上相比起手机会慢一些，但以阅读来说都还是没问题。邦尼也会在底部资讯栏提供大家前面所提及的所有 App 安装 APK，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下载。顺带一提，乐天 Kobo 在阅读时如果遇到闪退的问题，记得要在右下角的进阶设定当中把页面转换方式调整成无，就可以完美解决咯。其他功能包括改变字型以及文字大小都没问题。那阅读体验呢？真的不得不说，在电子纸上的阅读体验真的非常舒服，只要习惯了，几乎是回不去一般萤幕，更别说是回到手机上阅读了。如果你也是无法在手机上长时间阅读的使用者，或许可以试试看电子纸阅读器，没有特别原因，就是舒服。除此之外 ，MobiScribe 也内建了日历功能，就像一般的桌历一样，你可以在上面留下各种记事，也可以1秒切换成桌历功能，摆在桌上。整体来说 ，MobiScribe 是一款以舒适阅读体验为出发的电子纸产品，拥有相对轻巧的机身，除了方便单手握持阅读之外，也更容易随身携带。在 MobiScribe 上，你可以得到非常不错的书写体验，多种内建的笔触，能够细致调整的笔记，反应快且跟手的书写，最后则是可以让书写后的笔记进行线上备份，不怕不见。而在阅读上，大家对于电子纸阅读器普遍得到的体验，就是用过了就回不去了。没想到这个传言是真的。在 MobiScribe 上，你可以得到非常舒适的阅读体验，加上前光模组跟自由度相当高的画面调整细节 ，MobiScribe 可以让阅读场景多上非常多。稍微可惜的是 ，MobiScribe 没有内建的线上书库合作伙伴，只能仰赖额外下载的电子书档案。不过好消息是，采用了 Android 系统，可以自由安装第三方的阅读器，虽然运行速度慢了一些，不过以阅读来说还是没有问题。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MobiScribe 进行投票。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